好了，那么今天小狼给大伙儿带来一个赤色要塞的摊分玩法。那大伙儿肯定会说啊，小狼啊，这个赤色要塞这个游戏还能摊分玩？但事实上呢，我可以告诉大家啊，这个游戏作为一个 FC 的经典游戏啊，大家伙儿可能看过我做过很多，比如说各种速通，然后各种什么，比如说包括还有那种比如说和平模式的玩法啊。当然呢，咱们目前为止呢，还是要做这个摊分。顾名思义，摊分就是在可非无限刷这个兵的基础上打出最高的分数。因为咱们普遍 FC 游戏呢，可能大多数游戏啊都没有时间限制啊，所以说这个摊分起来呢，可能咱们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个兵全打完。那么就无限兵来讲呢，可能就稍微有点犯规。咱们在这里呢不做于这个无限的这个玩法。那么这次的玩法呢，还是要在全图通关的情况下，主要呢就是关于咱们怎么把所有的兵杀完，以及呢救掉所有的人质。那么小的时候呢，咱们这个赤色要塞啊，就人质来讲呢，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玩法。这一点呢，大家伙儿这个应该都理解吧？因为这个救人质的话，小的时候认为是一种非常光荣的事情。那么救人质的时候呢，咱们是不给咱们分的，看不看到啊？是不给分的。但是呢，咱们把它救完了之后啊，你看炸的这个地方是给分啊，炸监狱给分，然后救完了之后呢，咱们上直升飞机的时候呢是给按人头给分，最终呢每次最后一个人头的时候都是变成一个闪光的啊，大伙儿了解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跟大家伙儿说一个小狼的一个最新的动态。很多人说小狼为什么不更新了啊？包括呢也为什么这个不直播？那目前为止呢，小狼不是说不更新和不直播啊，目前是正在做一些这个特色的东西。咱们可以看到，目前刚才是把一个船拖到这个位置上，然后这边呢又把另外一条船拖出来，然后直接搞定，看不看到？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满炸花。再说一下小狼的这个最新动态，就是说小狼最近呢是要把咱们的这个小狼视频，包括啊咱们这个日常的更新以及精品视频的制作呢，要搬运在咱们的这个微信的小程序上。大家伙儿可以通过微信啊直接搜索小狼解说啊，来实现观看小狼的这个解说方式啊。当然这个星呢吃完之后呢，就是一个全炸。目前为止呢，咱们没有必要去吃它，因为吃它的话的分数呢并不是那么高，所以说咱们要手动把这个分数给打出来，然后并且呢把这个炸花给炸出来啊。如果你把它炸出来的话呢，咱们就会加分，但是没有必要去吃它啊。好了，可以看到该打死的小兵一定要全部打死。这边呢拖一下屏幕，可以直接的，比如说把小兵提前卡出来等等之类的啊。好了，可以看卡出一个小兵，然后咱们在这里呢是直接放人质。微信搜索小狼解说就会出现一个小程序，这个小程序呢，小狼会更新拳皇97、98啊，其他格斗系列，包括咱们的 FC 游戏、街机、三国啊、西游等等啊，以及咱们的这个很多热门的游戏攻略。小狼呢会致力于自身的这个解说优势啊，把一个小狼游戏的这么一个平台完全做好。希望大伙儿能给小狼这么一个机会啊。回归之后呢，小狼就是自己创业了，希望大伙儿能够多多的支持。好了，可以看到第一关目前为止呢，可以看到啊，这边呢我玩的过程当中，我认为啊是比较恶心，就是说这个4个坦克呢是需要用炸弹连续的炸2次，或者说是用小机枪，然后打出2个坦克必要被打掉的这么一个情况。那么这一点呢，这第一关的难点就在于它，如果你不在短时间内把这一个坦克给打死的话，那么他就会把这个所有的坦克都出来啊。这样的话出来的话呢，追着你打，然后你还必须得用炸花，必须得用这个炸弹去炸。炸花呢，炸它是不好使的。那如果说你一下砰炸出4个来是不好使的啊，这一点希望大伙儿能够理解。所以说第一关呢，很多人都不太会玩。其实呢，没有像咱们打这个咱们大神玩家玩的这么好，但是你只要稍微的绕一绕地图啊，他就拿咱们没有办法的啊。我试过啊，基本上如果你反应速度快的话呢，应该是不会死啊，应该不会死。还可以看到第2关也是一样，上来之后呢，开始把地图上所有能拖出来的兵呢全都给拖掉，然后呢这边呢是能打出来的这个，比如说障碍、炸门，包括像那个这边的这个门障的这个路啊，这不是路啊，这个门障的这个柱子，然后给炸掉。
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去打分。然后这个游戏呢，咱们可以看到啊，除了双人配合之外呢，咱们可以，我记得好像是可以借人的玩法啊。咱们这样的话呢，分数高的话呢，可以去这个加命，命多了你也懂的。好了，这地方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小监狱啊，也就是说让咱们自身的这个火力更强一点的这个小监狱啊，炸掉之后呢，可以给一个人质，这也是加分的选项啊。好了，看看这边打回来，这边呢是有一个炸星。然后马上是有一个柱子要倒下来，一个直升飞机啊，一个飞机啊，不能说直升飞机啊。好了，拖一拖，拖出横版屏幕，看不看见？拖出横版屏幕，然后打死一个小兵。好了，在这边他居然走了这边的一个路线。好了，两个直升机啊，不是，我老说直升机啊，应该说轰炸机。这个飞机扔下来的居然是手榴弹的节奏啊！好了，横边直接走过来。那么刚才这边的这个飞机呢，就拖到这边来打了，看看。一个炸花，在这边直接炸掉。炸掉的话，也是跟炸掉一个坦克的分数是一样的，8万多分啊，基本上能清的兵全清掉。一会儿直升飞机可以看到啊，好啦，一个人质，这个属于技术流人质啊，比较皮。好了，炸掉回身坦克，小兵。保持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环境啊，咱们既要摊分又要移命的话呢，其实难点并不是特别大，因为主要呢咱们原本就在于什么呢？就是不在乎时间。如果这个游戏像街机游戏啊，在乎时间的话就比较皮了。大家伙儿要知道啊，所有的家用机基本上啊，这个当然有个别游戏是要靠时间的，这个没有办法。比如像冒险岛，它就因为冒险岛本身就是它难点就在于它时间的这么一个问题，你会损耗体力。有个别的游戏呢，确实是有时间限制。没有时间限制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们的家用机啊，一般来讲呢，家用机呢很少人能买得起。然后呢，并且你家用机在家的话就是费电，你玩的话不用考虑说去运营，对吧？你要考虑运营的话，你比如说像有一些游戏厅，他去小时候，你像我小时候玩那个世嘉这个MD， 或者说是像咱们的这个 FC 任天堂之类的各种游戏，这样的话它是根据时间收费。这样的话呢，它就无所谓游戏有时间限制，对吧？你爱玩多长时间玩多长时间，你只要按小时交钱就好了，对吧？啊，当然街机就不一样，街机是按币收费，一个币能玩多长时间，那么街机呢就要有时间限制，这也没办法。所以说你看很多街机的摊分玩法啊，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，比如说像三国战记，对吧？那你没办法啊。诸葛亮咱们曾经也是做过1130啊，人脑做过1070啊，这个懂的人自然就懂。也是做完小程序之后呢，也是希望大伙儿能够来超级来支持一下。为什么要超级？哎，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没有，这地方是没有这个打掉刚才的那个飞机啊，没有打掉飞机。然后这个落掉一个飞机不要紧，很多人说那吐的那个导弹跟他对打行不行？当然呢，这个好了，咱们看炸掉一个这个，先把 BOSS 全拖掉。正常来讲呢，咱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上啊，屁吧啊！好了，从左边打右边打都一样，差不多。吐出的导弹应该是没有分数的啊，吐出的导弹也没有分数。那这边呢，后身呢是有这个坦克，在这里呢，咱们这位玩家啊，刑部侍郎啊，咱们这位玩家啊，跟大伙讲解，他的名字叫刑部侍郎，他的玩法呢，致力于这个，因为这个如果是就无限来讲呢，那就没有意义了啊，因为毕竟无限时间，所以说打 BOSS 的时候呢，咱们就把 BOSS 给秒掉。不用考虑这个问题。然而在打死的过程当中，这个坦克自爆的话，可能也会加分。好了，这样的话已经是达到了已经是有8条命，然后14万的分数。小的时候玩这个游戏呢，总觉得命不够用啊。一是呢，咱们技术不够啊；二是呢，这个死掉命之后呢，咱们总是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炸花没有，直接变成这个手榴弹啊。一个手榴弹的话呢，延迟时间非常长，并且没有炸花啊，这点是非常不好。所以说玩起来呢，大伙儿非常讨厌这种感觉啊，就死了之后呢就不想玩了。也确实是，但是呢，咱们经常会看见有一些玩家呢，就用手榴弹通关的也有啊，他完全不需要炸花，并且呢，咱们的本身小子弹也会非常厉害，并不特别的需要这个手榴弹啊，大家伙儿懂就好了。因为不是手榴弹啊，并不需要这个炸花，因为有的 BOSS 你用炸花打是不费血的啊，大家伙儿懂就好了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好了，看看这个位置没有花，好的。打的比较远的话啊，就是如果拖屏幕打的比较远的话呢，就不会出现这个花的这个效果。如果不会出现这个花的话，就比较皮了。
好啦，炸掉。这边的人质呢，应该是不会乱走，只有那个技术流的人质会乱走啊。在这一点呢，我可能理解为什么呢？可能理解为就是说，这个你像他不会乱走，为啥呢？就除非他死了，知道吧？除非是你把他吃了之后，然后你死了之后呢，他可能会乱走啊。但是呢，技术流的感觉就是有点沉不住气啊，就有点他妈，就你能不能别乱走？哎，但是人就是乱走啊，气人就是啊。他可能乱走的话，你为了去吃他啊，不小心被小兵打死，有可能啊。来看看这边炸小兵，小兵的话是按百数计分的啊，像这种坦克是按照千数计分啊，按100。好了，这个炮台可能是500的感觉。小兵一会儿呢还有潜艇啊，咱说这个咱们这款游戏里边啊，就很多元素有。正常来讲，这一个冲锋车啊，而且看得出来可能是一个越野 SUV 还是这种型的。好了，直接炸掉，但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，怼着过来，直接炸掉。就是看出来，发出的导弹应该是不加分的啊，所以说不存在这个刷分的这个效果。好了，这是直接的一个小舰艇、直升机，把所有的船都打掉啊！你看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说没有炸花的话呢，基本上啊是打不掉那个潜艇的啊。这所以说炸花很重要，是咱们输出的一个非常刚烈的一个手段啊。好了，噔噔噔噔，这应该是属于咱们的一个快速让咱们变成4个炸花的这么一个效果，因为它有2种星，一种星啊3种星，一种星是加命的，就是直接奖1条命啊，像第2关的这个关底的那个加命。关底之前那个加命，还有就是一种，就是吃完之后呢，就不管你是手榴弹还是一发导弹，都会变成4个炸花。然后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迅速把当前范围内的敌军全部这个炸死，所以说也是比较皮啊，也是3种特殊的这个星的效果。好了，快速的钻过来，有炸花可以越着屏幕啊，炸花牛逼在哪儿呢？可以越着屏幕呢去打掉这些东西啊，非常屌，直接炸掉。好了，看看，这个炮车是小狼觉得最哏的炮车啊。这个炮车呢，我记得在这个地图上发挥的并不是很明显，而在这个我不知道大伙儿理不理解啊，在另外一个地图就是火车那个地图，这个炮车会发出这个散弹的这个大榴弹炮啊，非常厉害。但是呢，要知道啊，它没有咱们的炸花厉害就是，并且呢，它那个招有 CD 的。好了，看看。17万分，主要还是关底的奖励的分数偏多一些啊。好了，可以看到这种星，这个星应该就是全炸的星啊，就是吃完之后呢哎呦，好了，咱们玩了一把火啊，看得出来啊，非常的屌啊，这个不是啥走位淫荡啊，应该他说反应速度偏快一些。好了，这个装置呢是一个小散弹，非常讨厌，不过呢炸掉也并不是很难。来看慢慢拖，其实这种打法呢，我个人认为还稍微安全一点啊，稍微安全一点。好了，慢慢往前拖过来，嘣，慢慢来。好了，先把它拖死。这边的坦克，非常的哏儿啊，非常的劲儿啊，再慢慢拖。好了，哏儿。回身先炸掉。好了，咱们这个跟速通玩法完全不一样啊。速通玩法的站位呢就会非常的淫荡邪恶，它会快速的利用这个小子弹加手榴弹呢把这边炸掉。看一看，2发，最后还有一个炮头。好了，1发炮头应该没炸掉，还是没炸掉啊。好了，这回炸掉了。它正常来讲呢，刚才有几发炮弹没有打中啊。好，来看看就这关啊，这关是俗称啊这个火车直升机关。
这里面有一些这个潜水导弹啊，它会在这个也不能说是沼泽区啊，这个看这个人在沼泽里面走啊，也很皮。正常来讲，大伙都知道沼泽呢是非常恐怖的啊。如果说是坦克在沼泽里走，咱们还能理解啊，虽然说坦克很重，但它的履带呢就是设计的有点像那个。就有点像草履虫啊，不是也不能叫啊，这个那个叫是什么虫我忘记了啊，反正叫的不太一样。它呢就非常宽的水，在这个水里或者在水面上或者在沼泽上爬就很正常。但是呢，这个人也能在里走，那就不是沼泽了啊，只不过可以看到就是有点趟水，有点浅溪的感觉啊，走得非常近。然后呢，在某些地方上，咱们是有2条路可以走，兵分2路呢。既然咱们选择走肯定只能走1条路的情况下呢，咱们肯定是要把这条路的分叉路口的2个。这些装置堡垒啊什么全部打掉。好了，居然没有打。好了，拖出来了，还是要打。山上有这个石头，这边呢屏幕没有必要拖啊，屏幕可以拖回来啊，所以说无所谓。勾出小兵，大石头。但凡打出来带噗噗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，一般都是分数比较高啊。然后呢会考虑兵多，然后人质多。好了，岔路口回身，这边居然是有双人质啊！居然有双人质。走回来之后，看看再能一炸，走到要塞，赤色要塞啊！这个赤就是传说中的红色的意思啊，红色警报，赤色要塞，绿色兵团啊，这起名起的非常专业。当然，这款游戏的音乐也是非常好听。赤色要塞的话，那你懂的啊，那。就是要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啊！站在光明顶上的感觉。来看看围墙外的这个小坦克，就是小傻子啊，完全没有攻击力的啊，打不到你，但你的炸花呢能打到他，这点是非常烂。好了，看看一直在拖，还能再刷吗？没有再刷的意思。好了，小直升机又是一个人质，这边居然还有地雷，两边分叉路口，不是。这边是有一个空中装置发射这个导弹，还有个石头。好的，看看马上要火车来了啊！火车跑得快，全凭车头带，干部带了头，小偷有劲头。小偷没领导，肯定偷不好，不是偷的少就跑不了啊！炸头之后，你看啊，这火车头一炸，瞬间就懵逼。好了，就看看这个车，传说中的小散弹啊。其实并不是一个东西啊，但是看起来很像啊，都是那种有点像那种面包小货啊。走过来，一个炮台加一个坦克，准备好。好了，一个500分啊，一个小兵500分，跟炮台的分数一样，刷分刷的还不是很多啊。来看看，马上呢，这一关的关底的是直升飞机啊，这回可是真直升飞机了，兄弟们啊，可不是那个轰炸机扔鸡腿那个。小的时候总感觉扔的鸡腿，这个飞机呢，其实要理论上来讲，它会放出小兵啊，大家伙儿懂什么意思吧？啊，它会放出小兵，这个小兵呢，咱们可以对吧？你把可以用来刷分，但是刚才你看压死的分数就比较少，2发、3发。啊，看来打死的分数也不多啊，就10分啊，这也太囤了啊！按理说呢，这个小人确实是几分的，但是就10分的基础上，你打死50个才能算上一个炮台的分数，也确实是挺无聊的啊！确实这控制得了啊！好了，看看这一关的要塞，一上来就给你个人质房啊，上来就给你补给。一般来讲，这种情况下，一般都是游戏制作方的这个目的呢，一般都是什么呢？就是刚才那关挺难打，你一个不小心可能会死，你死完之后呢，没有人对吧？没有火力啊，怕你不会玩了啊，赶紧上来先给你一个火力啊，然后就像你打飞机，就像你玩飞机游戏，一般吃那个 P 就是 power 啊，一般你吃那个 P， 一个不小心死了，这样的话呢，他会最起码你这个飞机死了会爆那个 P 啊，最起码会爆一个啊，大概的意思就是爆一个 P， 什么一堆 B 就是炸弹啊，对吧？就你死了之后呢，再重新出来，不能让你那么面，知道吧？啊，就看起来不能让那么面，怕你就不玩了，赶紧就什么游戏啊，就这种感觉啊。
好了，看看还是比较规啊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比如咱看这个是一个赤裸裸的陷阱啊，一个陷阱啊，一个小监狱单独的小技术员工监狱房，一打出来出了一个坦克啊，还是一个大黑坦克啊，还有一个大黑盖虫啊，搁我们东北话说就是海陆空啊，又能在水里面，又能在爬，又能飞，烤起来非常好吃啊。小的时候，在我印象当中，我那猪肉串都卖8毛钱一串的时候，1块5两串的时候。它居然卖2块钱一串啊！你想想啊，一串只有4个啊，非常贵，5毛钱一个，5毛钱我能买4个币啊，4个游戏币，你开玩笑呢啊！好，来看看这边拖着屏幕，哎呦，这2个桥上的东西都不放过。好了，看看啊，噗噗噗，一下直接炸掉2个，还是要拖屏幕啊！这个屏幕拖的真是有点皮了啊！好了，看看再回身，这些这个说句实在话啊，这些小细节呢，大家伙儿不要在意。就是照你玩的时候呢，其实你也可以这么玩试试。游戏的乐趣啊，它并不是说咱们通关了就有乐趣，有很多特色的玩法。但这种玩法呢，大家伙儿很多人小狼啊，你好无聊啊，为什么要这个对吧？这个这么做，其实我个人觉得咱们看刚才好像脱掉了一个兵，一个不小心，这样的话少了一个500分啊。正常来讲，大家伙儿要知道啊，如果说是咱们每一个玩家去设计的话呢，他会有这个玩法，也会有相应的观众。小的时候呢，比如说《赤腰赛》这款游戏，我就认为啊，就不能做一个我要是玩的话，我就想做的完美一点，这属于完美通关，相当于把所有的这个兵全给 K 掉啊，满地图都是安全的啊。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把所有的人质全救掉啊，完美剧情。相当于你看，我记得在最开始我玩主机游戏，玩这个《使命召唤》的时候呢，在玩《使命召唤9》的时候，它就好了，这是一个特摄兵种啊，一个类似于像《共和国之辉》啊，《红警2》里面《共和国之辉》里面那个中国的这个炮台啊，它可以喷火焰啊，而且延迟的啊，有点像这个 L 啊，有点像那魂斗罗里面 L 枪。这个也大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就完美一点啊，就是完美一点。这个《使命召唤9》，大家伙儿如果有玩过的人，一定会记得啊，一定会记得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传说中的这个什么，比如说有一个剧情，你选择的地方，或者你快速的打死谁，或者你怎么选择的路，它会影响你的这最终的结果啊，很正常。好多游戏都是这样式的啊，好多游戏都这样的。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解释啊。好了，看看这边又是再次的拖。来啊，这个炮台，我勒个去！小地雷，这个地方就是不让你走，说白了啊，就是不让你走。不过呢，作为一个地雷，我觉得特别皮的啊，这是火焰兵啊。作为一个地雷，最皮的是咱们居然有特色的这个工兵探雷功能啊！离近了之后，那个雷会亮。说白了，它就不是地雷了啊，它这不叫地雷，它这叫什么呢？它这叫障碍啊！就说白了，就不让你走啊，赖就是了啊。好了，炸掉。人质肯定是要放在直升机上解救的。再刷，好的，这边的轰炸机。像刚才那个火焰兵对咱们的这个威胁不大，但凡不会走的威胁都不大啊，你就怕他会走。好啦，500分。这边还放一个 stop 啊。好了，在这里为什么一定要走位？就是怕这个有飞机来骚扰啊。最后一个兵的时候肯定是闪光的兵啊，100%，想都不用想。好了，救了好多的人，这什么车这是啊？这中巴吧这是啊？这救了10多个人，你什么越野车能顶天你7座的啊？你再往起倒不起你9座的，咋的？你印度人呢啊？印度车啊，阿3车，还是又要拖。一会儿是一个车库啊，车库的节奏。
好了，看看，全部炸掉。这样的话，但凡还是那句话，但凡是屁屁呜哇的时候啊，都是这样的。准备好，一炸，小兵不能刷啊。好了，直接再炸掉，回身。玩法是这个玩法，如果要是说真就无敌的效果来讲，那真是太皮了啊！好了，炸掉，最终呢再炸掉门，炸门，咱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门的分数还真不一样，还真不是说几千分啊，好像看了一下，好像是2000分还是2500分啊。最终呢还有奖分的这个效果，一个兵呢在最后结算的时候还会给你加1000分，这也是很屌的啊！这个结算分数是非常屌的，41万。我相信啊，就是如果是就特殊玩法的话，可能有讲究。这个游戏呢，像 FC 游戏很少有这种职业的这种监督啊，监督这个会，然后去说咱们怎么玩，这个怎么玩法，怎么去定义这个玩法的极限啊，怎么去定义？它不像街机啊有限制啊，对吧？街机速通，对吧？街机速通怎么玩？你甚至是你可以用掉你所有玩赖的东西，比如说各种各样的 bug。但是 FC 游戏，由于有的时候吧，你比如说你像刷分，如果是《三国战记》是无限刷分的，对吧？是不是无限刷分？是无限时间的，那么就太简单了。那只要在许褚那个地方双人配合克一个盾，那还玩什么呢？对不对啊？所以说有的时候呢，玩法呢需要有人监督。这个游戏呢，我个人觉得就是看咱们这个玩家怎么考虑。你像我做了这么多年解说，我认为啊，他就是说在可以无限刷的时候呢，不能无限，但就可以了啊，这就算是了。好了，这一共4个监狱啊。一般来讲呢，有的是里面有4个人，有的是2个人，像这种一般就是2个人。装满了就好了，一个炸花，好了。说句实在话啊，看走到这个楼梯的时候，感觉非常的木啊，就走得非常慢，也有走得非常快的时候，挺恶心啊。拖出来之后，这边的楼梯炸掉一个门，该炸的门这边也得炸掉啊。所以说就是咱们正常走的时候都是竖着走，过去了就谁也不管了。但这边呢，炸门也是一个奖分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，不炸白不炸啊，炸了也白炸啊。这个位置刷一个飞机，这是一个死路口，看起来像啊。好了，直接炸掉2个，还好啊，它并不是拖死的，有的地方是拖死的，有的地方咱们可以迂回过来。一个炮弹，2个炮，上面还有一个。好了，炸掉。这一排底下这个飞机就是模型障碍物啊，正常来讲也是要咱们能炸掉多好啊，给你加分。好的，飞机，然后这边是炮台，这种直升飞机更恶心，它可以滞空给你打，然后发射小子弹。不过呢，咱们玩家已经看好了，一会儿应该还会有一个。好了，直接炸掉，然后开始放这个人质。咱们可以看到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。好了，炸花炸掉。直升飞机也能装不少人啊，这夜鹰直升飞机啊。好了，一直开炮的话，应该就是在防止所谓的直升飞机啊。但事实上，这么看来好像是有数的啊，至少你放完了就没有了。好了，一炸。这坦克啊非常皮，子弹全部打掉。这么打的话是按100分来算啊。拖出，尽可能的把这些全拖出来啊，这个太赖了，这个40多万打掉，然后回身看看炮台，红色炮台啊。好吧，也是500分啊。直升飞机，这赤裸裸直升飞机打掉。好了，迂回过来，小兵有时候连发子弹啊，也挺害怕。咱们这个并不是说，你像咱们这个就是啥呢？就你打我多少血都没有用，你打我就是死，跟没有多少血，没有血格啊。你打我一个炮弹我也是死，你打我一个子弹我也是死。所以说小兵也很可怕。好了，炸掉这个地堡，散弹地堡啊。慢慢拖回来，又是一个尾随的一个直升机啊，小车库。回身有这个跟咱们一样差不多的车，全部打掉。
斜着射一发应该也打不掉他啊，所以说还要再往这边走，拖过来，慢慢走。好了，这边有个地堡，没有炸花。好了，再蹭一步。它这个炸花这个东西啊，被屏幕一拖啊，确实是很讨厌。乒，再往这边打一个飞机，你看有延迟效果啊。这个手榴弹延迟效果对于咱们威胁来说确实是不大啊。好了，看看。一个炸花，只要炸花一出啊，屏幕只要但凡拖出来就有这种效果。来看看这个地方，跟踪导弹，那炸掉之后没有分数啊，没有分数，拉掉，走过来。这个标志就是咱们这个赤色要塞这个 BOSS 的这个总标志啊。好了，慢慢拖，一个炸花，再发一个炸，哎。刚才有点发的过早，再来一个炸花。子弹呢是有射程的啊，他们子弹和咱们子弹都是有射程啊，所以说也就无所谓。好了，往回走的时候，这边回身一发这个导弹，然后炸花一半啊，炸花两半。哎呦！来看看，一顿蹭啊！这个再说啊，敌方有没有小兵还有坦克再出来让我干一下啊，让我拉一下啊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可以看到，目前为止呢，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游戏的这个最终阶段啊。慢慢蹭，小兵比较多，这有点像敌方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广场啊，传说中的广场，打掉，慢慢来。一会儿我们管这个叫市政府啊，市政府大楼，直升机。好了，打的话应该是先把他的炮台先打掉，看得出来，这炮台对于咱们来说没有什么攻击力啊，它无非就是有2个射程。好了，看看再炸大楼，但是这个大楼就明显是白炸啊，白给。好了，可以看到不给分儿，这坦克啊不给分儿。所以说刷这个给分的这个啊就白扯了啊，真的是不给分了啊。好，来看看，但是那个直升飞机那个地方给分，直升飞机给10分啊。来看看这个位置，这应该属于一个非常猥琐的玩法，它的射程射不到那个位置上。当然咱们对他也没有造成伤害啊，这个造成伤害了。他的这个大炮筒的这个激光炮呢，应该说啊，对咱们来说形不成什么太大的伤害。只要你在这个位置上，哎，他只要一停，你就发他。这时候可以往上走，好像还没炸到。炸到的话呢，会有一个那种顿挫感。这个也没炸到啊，这个炸到了，有一个噼噼呜啊的声音啊。再看看，再来。然后它会变色，好了，屁屁呜啊，都是这个意思。炸花打它不费血，要打它费血的话，早就费血了啊。这个就是无敌位，大家伙也可以学一下啊。如果说你真是不想冒险跟他打，我都用 SL 大法啊。就是什么叫 SL 大法？就是边存边玩。这种玩法呢是。应该说啊，就咱们这个高手来讲呢，他是没有必要这么玩的啊。但这么玩呢，也可以间接性的告诉你啊，只要你对这个游戏了解，你了解敌人啊，你了解自己，了解地形啊，你就完全没有问题，牛逼的要死啊！当然问题在于这么打确实太慢了。看看炸到，如果真是速通玩法，你会发现它全程都是一炸，然后这个子弹都是乒，都是这样的啊，全程是这样的。所以说也是非常非常厉害。好了，他应该斜着发那发子弹啊，对，就像刚才那斜着发。
508120，没毛病啊。还没炸到啊，这个有点太保守了啊。咱们这么看是有点太保守。好了，这也没炸到。保守来讲，确实很难受啊。真是，如果要是我的话，我真想拉开架势跟他干一下啊！但是呢，事实上，好了，这回炸到了，这一下也没炸到。他必须得是那个炸弹的那个头炸到你才算，然后子弹的乒打到你才算。但是咱们可以看到，由于单挑 BOSS 啊，真的是单挑 BOSS 的话呢，这 BOSS 就好了，终于变色儿了，但是也没变红。来看看，再准备蹲啊，超级蹲。变红的话，哎，你没大伙儿发没发现啊？但凡是日本的这个游戏啊，它经常会出现一个事儿，就是怎么说呢啊？就是说，一旦这个东西要不行了啊，就牙没得了啊，它总是会变红的啊。不管什么游戏，你没发现没有啊？合金弹头也好啊，还是什么人工学院啊、人工少女啊、什么波动少女啊、电车之狼啊之类的啊，我不说这事儿谁知道啊？就是你们想一想，就大概这种意思啊。来看看这个8条命应该是极限了，所以说在这里没有涨的意思。不过在这里可以发现咱们这位玩家啊，真的挑战观众们的忍耐程度啊！我相信大伙儿已经不止一次的把右手食指放在这个手机上往右边拉。可能有些话你都没听见啊，但是大概上就是这个意思。好的啊，当然呢，咱们又有一点职业素养啊。红了，古天乐绿了啊，但是呢，他红了，再炸，应该是再来几个炮弹，这个没统计过啊。如果说就职业玩家来讲，他应该统计过炸几下会黄，再炸几下会红，红了之后炸几下会死，然后叮叮当当打几下会死。好了，看看再来。好啦，终于炸爆了啊！当然，这个坦克炸完之后，感觉就满目苍夷，是吧？这个比较皮啊。最终，梆，废话不多说啊，也是利用37分钟左右啊，打了一个通关，基本上不放过全地图任何一个可以加分的这个小兵，除了那个直升飞机那关可以刷分之外啊，其他的地方就不扯了啊。但是确实是那也没有必要啊，但事实上打的还是挺有特色啊，也是感谢咱们这位刑部侍郎的高手，感谢大伙儿的收听。在片尾的最后，也是希望大伙儿能够继续支持小狼啊。在片尾的最后，大伙儿还是要说这么一句话啊，在微信上主界面直接搜索小狼解说，会弹出一个小程序，这个小程序里包含小狼从现在开始往后的每一部作品，甚至是在其他地方没有的作品，并且小狼所有的作品呢都可能会在小程序不是可能，是一定会在小程序上首发，也就是说第一个发布，然后并且呢会把所有的一些未知的内容，你们没有看过的内容，其他地方没有，但是只有小程序有的内容呢会发布在小程序上，希望大伙儿能够支持小狼，咱们下期再见。